刚才戴头巾的那个女的呢？往后边去了。谢谢。 找你很久了，落我手里，认栽吧。你少来这套！军人只会认命，绝不认输。快走！孩子，记住，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。儿媳妇做不成了，还可以做女儿嘛。儿媳换女儿，爸爸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爹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还知道崔家的大门吗？我这天命之年丧失孩子，那是怎样的一种锥心刺骨的痛？想跟您借点钱，实在是……行了，拿去吧。我想这次你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。你就是在这跪上3天3夜，我也不可能把钥匙给你。爹，我不想再遭受一次失去儿子的痛苦。走了。是的，爹。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出发了，特来向您告别。好啊，孩子们，你们3个虽然不是一母所生，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抗日的战场上能够肝胆相照，就像异母同胞的亲兄弟那样，休戚与共，同仇敌忾。把狂妄野蛮的日本鬼子赶出我泱泱中华！爹，您这些话都说了好多遍了，我们都记住。这3把钧瓷是我仿照圣文他爷爷的战利品。特意为你们打造的。当年他爷爷从八国联军的手里缴获了它，并且用它先后杀死了3个入侵中国的恶魔。今天我郑重地把它交给你们，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像先人那样英勇杀敌，雄风所在。如果将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，绝不能做俘虏。
当用它慨然自尽，以维护我中国人的尊严。怎么样，孩子们？你们都听清楚了吗？刻骨铭心，永世不忘。好了，你们走吧。为父就在这里，等着你们凯旋归来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倭寇不除，誓不还家。爹，还是谨记您的教诲。盛文，你要干什么？上来。我闪开可以，但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要干什么。杀了山口俊一，替我爹报仇。你的心情我理解，非常理解。可是我们是有纪律的，我不可能知道你要杀他，我还能放你进去。别拦着我，盛文。盛文，你冷静点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大少奶奶不好了，大少爷跟人家打起来了。他在哪儿？在后花园的院子里。带我去。辛苦你们了，帮我把他抬回去吧。盛文，下去吧。盛文，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为了尽孝，是为了复仇，是对杀害爸爸的刽子手最严酷的打击。咱们中国人一向讲究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其中国家是第一位的。什么是尽忠？爸爸用他的死，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。那就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再受损害，可以牺牲掉一切，慷慨赴死。这才是大忠，也是大孝。盛文，你应该知道爸爸的遗愿。爸爸希望你铲除恶魔，抓捕麻雀，让国家和老百姓不再受到危害。可是盛文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刚才得了手，你杀死了山口俊一，那就是大错特错。你所担负的使命已经完成了99步，你不能因为你的鲁莽和固执，功亏一篑，前功尽弃。盛文，你对这个家没有尽到责任，我们都不怪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替国家做事儿。可是你什么时候能够改改你冲动的毛病，遇事能够理智一些呢？对不起你们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会向他们道歉的。
我相信，如果今天曹大哥在的话，他也一定会阻止你的。对了，曹大哥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在执行任务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就是祈祷他平安吧。这景色太美了，看上一眼，这一辈子都值了。陶派员，这风景是很美，不过我叫您来可不是看风景的。不看风景，你让我过来看什么？看我。马专员，不发烧吧？怎么在这说胡话呀？我看你干什么呀？您看着我，回答我一个问题。有什么话就问，把手拿开。谭派员，您跟我交个实底儿，那个细菌武器库的大门，您到底能不能打开啊？不瞒马专员说，我曹创虽然有一点溜门撬锁的小技巧，而且侥幸地打开了上一道大门，但是这一道无论如何也打不开了。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当年日本人设计它的时候，就预料到了今天，所以他们设置了2套密码，而且在中间还加装了一套特殊的启动设备，也就是中间的那个樱花钥匙扣。如果没有那个樱花钥匙扣，即便是知道密码，那门上所有的旋钮都转不动。他娘的小日本，太刁钻了。陶派员，那依您看，这个樱花钥匙扣会在谁的手里呢？日本人，只能在他们手里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能够打开这扇大门的，除了日本人，就是和日本人有关的人，对吧？马专员为什么这么急于弄清楚这件事情呢？陶派员，不瞒您说，我推测二叔不是中国人，是日本人。下结论要有根据啊！我当然有根据了，我跟他可不是1天2天了，不信您就等着瞧，用不了几天，他准能拿着那个钥匙来把门打开。马专员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他拿着钥匙把门打开了，然后又控制了那批细菌武器，那事情可就不好办了。是啊，如果让那个娘们儿控制了这批细菌武器，那主动权全握在他手里了。到时候就算是保密局想控制他，那也是山高皇帝远，有力使不上啊。你说怎么办呢，陶派员？办法总比困难多。二叔近日与几名疑似日本人频繁交往，经查，与其交往者不是我方之人员。初步判断，他有日特之嫌疑。我想，若二叔获得密码打开大门，细菌武器库必将被其控制，故敬请告知，我当如何应对。报告副总指挥，电报。念。曹创、陈世明，若二叔打开大门，你部必须即刻控制细菌武器弹库，且严防死守，非你部人员一概不得入内，违令者格杀勿论，切记毛人凤。哎呀，特派员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陈将军，您怎么了？一封普通电报还能让您恍入梦境啊？哎呀，特派员啊，这可不是一封普通的电报啊，它预示着二叔已经失宠了，
而且他的脖子上已经架上了毛人凤的刀子，随时可以要他小命啊！毛人凤做事干净利落脆，而二叔的所作所为，无异于把沙子直接往毛人凤的眼睛里揉。他要是不失宠，保密局从此以后就没什么正事了。对，还是特派员分析的有道理啊。哎，特别，你说这二叔真能搞到密码吗？从他那天的气势来看，也许吧。这个小娘们儿。收拾完了啊，好。想吃苹果啊？好，给。哎，老刘，收拾完了？完了。哎，看这苹果，我今天下午啊特地去买的，是少奶奶吩咐过的，我洗好了，来拿着吧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呀，有啥不好意思的？这可是少奶奶特意买给你们的，你要是不拿，少奶奶该怪罪我了。来拿着吧，拿着。多谢了，多谢了。不用谢，你要是谢呀，你就明天早晨看见少奶奶的时候谢谢她，不用谢我。哎，快吃吧。老刘啊，辛苦了，吃水果了，同志们。哟，老刘，你这哪儿弄的？崔夫人送的。呀，那我们吃了不会触犯纪律吧？哎，夫人不诚意给我们买的，她洗了以后就给我们，放心吧，吃吧。哎呀，那哑巴还当着我的面吃了呀。够钱的哈。哎。父亲，惠子来看您了。你来了。女儿来接父亲，请父亲即刻随女儿逃出苦海。他们看守得很严密，
你不可能带我一起出去，我现在出去必死无疑。孩子，还是你自己走吧。父亲，这是命令，不得违抗。如果我留下，共产党未必会杀我，但是我们一起出去，咱俩都得死。只要你能在外面继续活动，他们捉不到你，自然就不会杀我的。是。你上前来。樱花石口在吗？女儿将他视若生命。记住2组数字：802739417501，重复一遍。802739417501。这是黑龙山细菌武器库的大门密码。打开它，就像打开潘多拉的一个魔匣，因此没有绝对把握，宁可放弃，也不要落到中国人手中。是。你要慎重地选择出行的日子，为了保险，可以把你的替身抛出去了，就让他为你玉碎吧。女儿已经安排好了，父亲放心。孩子，你快走吧。小雪，慢聊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我刚才睡了一觉？我好像也打了个盹儿。奇怪了，要是打盹儿，也不能这么快就醒啊。还咱们3个人一块儿打盹儿，一块儿醒。坏了，钥匙呢？在这儿呢。老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刘副科长，我是来给他们送水果的。他们俩呢？我们在这儿。刘副科长，刚才发生了一件怪事儿。我们仨突然打了个盹儿，然后就醒了。我想，就是因为吃了它，我们才打的盹儿。山口军医呢？他很好，在里面睡觉呢。老刘，你买的？不，这是崔夫人让陈毅买的。陈毅洗的时候，我还见他的哑巴侄子吃了一个呢。要不要拿去化验一下？
长官，蚂蚱他在会客厅等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是。立正！报告副总指挥，反共游击总队1大队集合完毕，请您指示。都有了。迎接惊蛰行动总指挥，进洞。是。陈将军，你的士兵今天都很威风啊。二叔有所不知啊，自从进驻黑龙山地区以来，陈将军是天天训练部队啊，而且身先士卒，严格要求，否则的话，岂能有今天之成色呀？特派员过奖了。我陈世明虽是个粗人，但我也知道，要想让弟兄们训练有素，就得跟走江湖的戏子、练拳脚的人一样，曲不离口，拳不离手啊。陈将军，你这句话说的有点不妥吧？你身为一个党国军人，怎么可以自比戏子和打把式卖艺的呢？二叔，我倒觉得陈将军此比并无不妥呀。如果党国的军人都能有曲不离口、拳不离手的训练要求，那国军几百万大军也不至于败退到台湾那样鼻屎大小的地方去，对吗，二叔？陈将军，可以请二叔进洞了吧？请吧，二叔。特派员，陈将军，请。二叔，你是在等什么人吗？还是在盘算开门之后的事儿啊？还是你聪明啊，特派员。有些事，我们应该先说好再行动。正所谓，先小人后君子。这个规矩，在这儿同样适用。二叔的意思是：第一，安门的时候，无关人员退到10米以外；第二，门开了之后，库中所有的弹药物品都由我来支配，任何人不得违规犯上，目无上风。各位，这就是今天的规矩。如果大家都接受，我们就继续进行。当然了，如果有不接受的，那我只能先行告退，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看来二叔对我等还是存有戒心呢。任将军，你可是唯一拥有兵权的人，依你看，我等是否应该遵守这个规矩呢？开个破门也得定规矩，他不就防着我吗？行啊，就按他说着来，我看他还有什么章程。二叔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，各位都请吧。你少来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干嘛？没听见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们还有第3条规矩，当然你们也都看到了。这第3条规矩就是，如果你们有人敢图谋不轨，那么明年的今天就是我们共同的忌日。马专员，您怎么姗姗来迟啊？那个女的到了吗？她都已经进去了。好，太好了。马专员，你还不赶快进去？
嗯，啊，好，这就进去。退，退！这小子要干什么？他要玩命啊！人家这是早就设计好的，不足为怪。大老爷，陈将军，你们就这么认了？哎呀，人家是毛局长的宠臣，我们也奈何不了啊。可是他……你们干什么？二叔，其实我们也不想这样，可是昨天晚上毛局长突然来电，命令我们在大门开启之后即刻占领仓库，非我部人员一概不得入内。听清楚了吗？不可能！你敢假冒毛局长的名义胡作非为？那是你的做派。那我问你，花形钥匙和2套密码你是从哪儿得来的？你不要又告诉我是保密局给你的吧？我看一定是日本人给你的。曹闯，算你狠！有朝一日你落在我手里，我一定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筋，让你不得好死！楚副官，到。送客。是，走。让开，滚！痛快呀，痛快！我陈世明这辈子从来没像今天这么痛快过呀！哎，特派员，陈世明不才呀，但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如有半点不从，你随时可以毙了我。严重啊，严重了！只要你我同心协力，以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二位，原来今天这个事儿，你们早就……我说马专员啊，二叔刚才搞的那出，早被特派员预料到了。你说啊，那小娘们她能赢吗？哎，既然门都打开了，咱们不进去看看，那都对不起二叔那把钥匙。对，请，请。报告。接。中情局来电。念。二叔系中情局自由中国运动的人员，其上线是打入你军统内部代号麻雀的原日本间谍山口惠子。惊蛰行动的领导权现在已归我中情局，望进一步合作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中情局欺人太甚，细菌武器库和东北情报网还在我们手里。究竟惊蛰行动谁说了算，还不一定。既然这帮美国佬愿意趟这趟浑水，我们就再送他们一程。
保密局暨毛局长，日前，我已诱捕日本留守春城之特务人员前田，并从其口中得知了开门密码。然今日，当细菌武器库大门被我打开之时，却即刻被陈世民部强行控制。曹创在一旁嚣张放言，称此举奉毛局长之命所为。对此我深表不解，谨请予以解惑，并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指示。立刻发出去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说的不清楚吗？总指挥，这电文的用词口气……用词怎么了？这用词的口气，是不是有点过硬了？毛局长……毛局长怎么了？我说发就发，一个字都不许改。是。同志们，刚才老姨来电，说红姑用密码打开了大门，但是眼下仓库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啊，这就充分说明，在小徐他们打盹的那4分钟的时间里，有人秘密潜入了地下室，并且从山口俊一的手里获取了密码。这充分说明，敌人的狡猾要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啊！报告，进来。局长，我们找到了窃听器的话筒，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，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些特殊的处理。你们怎么处理的？我们对它的拾音器进行了破坏性的处理。顽皮。局长，从技术上分析，窃听器接收机离话筒的直线距离不会超过200米，所以我们不排除窃听者就隐藏在崔家的可能。局长，苹果经过检验没有发现异常，我们正在对崔家上下进行秘密排查。陆凯，谈谈你的想法。刚才来的路上，我跟盛文同志就已经讨论过了。第一，红姑不是真正的麻雀，那在没有确定谁是真正的麻雀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继续利用山口俊一这个诱饵。第二，既然仓库大门已经打开了，那我们应该在有效地控制这批细菌武器的同时，展开对陈氏民部劝降工作，以求彻底消除后患。盛文，你还有什么补充？局长，我觉得二叔，也就是那个假麻雀，他是被真麻雀操纵控制的。而且我推测，山口俊一绝不会只是给了他开启舱门的密码，一定会把某些更重要的东西交给他。为了证实我的推测，我建议马上对山口俊一进行周身检查，看看他的身上有没有什么异常。如果有，就证明他已经把更重要的东西交给了麻雀。那你认为他的身上藏着什么？应该是山口俊一进行活体解剖和细菌武器研究的绝密资料。现在我们兵分2路，通知春城驻军去控制细菌武器库，我们去崔府查山口俊一。外援，副总指挥，出大事了！一惊一乍的，能有什么大事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刚才有一大批共产党袭击了细菌武器库，看守的兄弟们伤亡惨重，我们几10号兄弟剩下没几个。
细菌武器库已经被共党控制了。什么？特派员，细菌武器库失守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怎么向毛局长交代呀？别急，他们没有细菌武器库的钥匙，这件事先别上报毛局长。共军没有钥匙，就打不开仓库。我们想想办法，还有机会。哎，老刘啊，有事啊，陈姨啊？啊，我刚才好像看见一位首长到后院去了。哦，呀，一会儿等馒头上锅之后，我得过去看看。看看首长是不是中午在这吃饭。对，哎，我帮你看看火去。好的。局长，声纹估计的没有错，山口军医右边的后槽牙少了一颗牙齿。虽然他做了止血处理，但是从遗留的痕迹上来看，不会超过24小时。申文，你说，麻雀在拿到所有胶卷之后，他接下来要做什么？眼前局势复杂，而且真假麻雀又搅在一起，我一时难以判断。总指挥，你去来电。念。情况已知，细菌武器可暂且搁置。你当即刻选派得力干将护送曹创复函，送交他亲手绘制的坐标图，明日启程，不得有误。王仁凤。多龙。到。去收拾一下，跟我出去一趟。是。曹创，现命你明日复函送图，且与我空投人员一并返回。届时，收图人自会与你联络，爱语敬我。为确保此行安全，特命二叔派人全程予以护送。保密局，毛人凤。这份电报让曹创明白，
他离惊蛰行动的最终目的只有一步之遥。首长，这是细菌武器库的钥匙，没有它谁也打不开。好，您要劝降陈世明，我给您推荐一个人。什么人？山兰。他就是我党优待俘虏最好的例子。只要让陈世明和他的部下看到出路，他们就会放弃抵抗，下山投降的。曹爽，我坦白的讲，过去你单独出去执行任务，经受敌人的种种考验，我虽然担心，但是我心里有底，因为你是在咱们的地盘上。如果出现什么意外，咱们自己的同志随时可以出现在你的身边。但是这次不一样了，这一次你是孤军作战，没有后援，一切情况都要你独立处置，随机应变。而且，如果行动失败了，后果也要你独自承担。曹创，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你如果有什么困难，直接提出来，我们可以考虑取消这次行动，另外再想办法。首长，没时间了。您还记得我是哪人吗？爱吃辣椒，江西老表，江西兴国人。你这个老红军呐，现在黑不提白不提的，干嘛提这个？我13岁参加红军，当时首长和战友们都叫我红小鬼。我开始还特别不高兴，小鬼小鬼的叫我，多不好听。这有什么呀？这是爱称。后来啊，当我看到很多战友为了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I don't ever slow up, no I don't take shit.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.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, I'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.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.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.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. I got facts over tracks, this and that. Spitting slow, spitting fast. I could roast, I could gas. Think I'm okay at last, but I don'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. And the pettiness,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. Hilarious, you think you're worth my time, you're delirious. Mysterious,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. Inferior, you know I'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. Get off of me, this ain't no humble brag.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, you can say them back.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,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, it was built to last, yeah. Now that I've been put through hell, I never got anyone's help.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.
夏波，你琴弹得挺好的呀。我的老师呢？你找老师干什么呀？如果他还活着，我就跟你们走；如果他已经被你们杀了，你们就把我也杀了吧。那我就不会跟你们走。屁大的个孩子，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我再问你一遍，我老师呢？哎呀，哎，怎么跟小朋友说话呢？夏波，如果我告诉你老师还活着，你会乖乖的跟我走吗？嗯，我绝不撒谎。乖，把老师弄进来。老师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去不了市里的比赛了。老师再见。现在我们可以走了。嗯。上去。寿恩，夏波被2个陌生人带走了。夏波，他是我同学好朋友，而且我敢肯定，他就是曹创的儿子。他们互不相认，一直有意的刻意隐瞒他们的关系。听邻居说，夏波被带走的时候，他异乎寻常的冷静，他是被那个女人带上人力车的。走。特派员，别来无恙啊！保密局的电报说，由你派人护送我去韩国。不知道这个人选已经定了没有？着什么急呀？明天出发，今天有的是时间。请坐。特派员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？二叔一向健谈，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说那么多话，我哪知道你问的是哪句呀？您跟我装糊涂是吧？没关系，我再跟您说一遍。只要是我发过的誓、许过的愿，我一定会兑现。那就请吧。来，把小客人给我请上来。来，夏波，叫曹伯伯好，是不是很意外啊？的确很意外。你为了报复我，居然牵连一个无辜的孩子，太过分了吧？哎，夏波啊，你知道什么叫无辜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那，你认识他吗？认识，他是崔叔叔的朋友曹伯伯。可是我怎么觉着他像你的亲爸爸呢？曹伯伯以前对我可好了，我还真希望有这么一个亲爸爸。
你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，怎么就学会撒谎了呢？你不要强迫我，我从小就是个孤儿，做梦都想有个爸爸。如果你真让我叫曹伯伯爸爸，那就认呗，我还挺高兴的。不知道他愿不愿意。你是个好孩子，我要是今天不穿这身军装，我就认你这个儿子。今天是我们大人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对不起啊。曹创，你不要再演戏了，我今天就要扒下你的伪装，露出你共党分子的真身份。独龙，到，把这孩子给我带走。哎，二叔，不要狗急跳墙了。你背着党国跟日本人搅在一起，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我曹创虽然心知肚明，却没有跟保密局透露半个字，才让你现在还好好的活着。你却要恩将仇报，对我进行人身攻击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背叛党国吗？你真打算死心塌地的跟日本人干吗？还想做一个遗臭万年的汉奸是吗？我劝你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实话告诉你吧，陈将军和他的部下是党国的忠臣，他们现在已经埋伏在外边了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马上冲进来，把你们乱枪打死。不信就试试。知道了。哎呀，特派员，我这不是走投无路才出此下策的吗？您宽宏大量，咱们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可是惊蛰行动的关键时刻，我们不要因为对彼此有怀疑而影响了整体的团结。我再宽宏大量，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。是，挟私报复、牵连无辜的事儿，不许再发生，否则的话，我对你不客气。赶紧把这个孩子安全的送回去吧。独龙，是，快把小夏波安全的送回去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就不劳你大家了。楚副官，特派员，请您指示。派2个信得过的兄弟，换上便衣，把孩子送到春城的崔府。是。告诉弟兄们，路上狼多，随时提防恶狼的袭击。特派员放心，就算兄弟们舍出命去，也会保护好这个孩子。是我们不好，让你受委屈了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曹伯伯，我们的老师说过，我爸爸也是个英雄，有他的英灵保护，什么妖魔鬼怪我都不怕。我一定还能再见到您，对吗？一定。再见。该谈正事了吧？我什么时候出发去韩国？你又派什么人监督我？不是监督，是护送。是我陪你去。排长，要是咱们遇上共军怎么办？哪有那么巧？可万一要是真帮到了怎么办？别问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叔叔，我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怎么说？到时候你们谁都别说话，让我来说，叔叔行吗？你还认识共军？今年过6·1儿童节的时候，他们的英模来我们学校做报告，讲的可好听了。啥叫做报告？做报告就是讲故事，
讲他们英勇杀敌、分田分地的故事。什么分田分地？啊，这个你还不知道啊？就是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和财产给那些穷人。按大人的话说，就是让耕者有其田，让居者有其屋，让这个社会成为一个平等幸福的社会。真的？不信你们可以写信回去问问。真是个好孩子。来，我们走了。来，好，爬好啊，走喽。怎么样？有线索了没有？我真的不敢想象，一个那么小的孩子面对那么邪恶的特务，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大少奶奶，大少奶奶，夏波回来了。干嘛？干嘛？我好想你了，红桃。儿子，他们有没有伤害你啊？没有，他们可凶了。但是我曹伯伯一出马，他们全部怂了，乖乖的派人把我送下了山。你们不知道，曹伯伯可威风了。时间还没到，先进屋吧。导演，你就不想说点什么？说什么？说说你的秘密，说说你这10几年来当卧底的内心感受。干咱们这行，谁没有秘密呀？但有些秘密，到死都不能说。说到卧底，你独龙何尝又不是啊？名义上你是保密局的人，但你早已经被二叔吸收为自由中国运动东北情报网的得力干将。作为卧底，你的内心又是什么感受呢？作为前辈，我要告诉你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。无论是你的上线还是共军眼里，你已经是一文不值的垃圾了。我奉劝你放下武器，往回走吧。向共军投诚，没准还是一条活路呢。曹创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死到临头了。你以为你的这些把戏能瞒过保密局那些蠢货，可瞒不过二叔。二叔一直都坚信你是个共党分子。今天，这里就是你人生的最后一站。我早就猜到了二叔派你来的目的，但是想杀我，你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啊！别忘了，你可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今天才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战，这就是你追随日本间谍麻雀当汉奸的下场。到底有什么人？二叔猜对了，我是中共东北局社会部侦查员夏博文。记住了，下辈子当好人吧。
东西呢？不说俩人吗？那个呢？那个在路上让共军干掉了。败兴。等着吧，船老大来了之后，咱就开船。曹先生，头一回坐船吧？船倒是坐过，但是晚上坐船还真是头一回。这个晚上坐船最重要的呀，就是千万别乱喝别人给你的酒。为什么？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带上船，抬上去上船。